第2章，圣诞快乐。圣诞节那个灰蒙蒙的早晨，乔第一个醒来，壁炉上没有悬挂着袜子，有那么一瞬间，他感到一阵失望，就像很久以前，他的袜子因为装满了礼物而沉甸甸地掉下来时那样。但他很快想起了母亲的承诺，把手伸到枕头下，拿出了一本深红色封皮的小书。他熟悉这本书，这是一本古老而真爱的故事，讲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乔心想，对于一个开始人生旅途的朝圣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指南了。他叫醒梅格，道了声圣诞快乐，让他看看枕头底下。梅格也找到了一本绿色封皮的书，封面上的图画一模一样，书里还有母亲写的赠言，这使礼物更显珍贵。不久，贝斯和艾米也醒了，他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书，一本是粉灰色的，另一本是蓝色的。4个女孩聚在一起欣赏着礼物，谈论着。此时，晨曦已将天空染成了玫瑰色。玛格丽特虽然有点爱虚荣，但性情温柔虔诚，这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她的妹妹们，尤其是乔。乔非常敬爱她，总是听从她的建议，因为她的建议总是那么温和。孩子们，梅格对身旁躺着的乔和仍在卧室里穿着睡衣的2个妹妹说，妈妈希望我们阅读这些书，并且好好爱护它们。我建议我们立刻开始读。以前我们都很爱读书，但是自从爸爸离开，加上战争带来的不安，我们荒疏了很多事情。你们想怎么样都行，但我打算把书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读一点。我知道这对我会有好处，能帮助我度过每一天。说完，他打开书，开始阅读。乔用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脸颊贴着他的脸颊，和他一起读。他那不安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平静表情。梅格真好。来，艾米，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要是有不认识的词或不懂的地方，我讲给你听。贝斯小声说，他被书的精美和姐姐们的榜样深深打动了。我很高兴我的书是蓝色的，艾米说。2个房间里都安静下来，只听见轻轻的翻书声。冬日的阳光渐渐照进来，抚摸着她们亮泽的头发和认真的脸庞，仿佛在向姑娘们祝贺圣诞。妈妈在哪儿？梅格问。她和乔跑下楼去感谢妈妈的礼物，尽管已经迟了半个小时。天晓得，刚才有个可怜人来讨东西，你们妈妈立刻就出去看他需要什么了。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乐善好施的人，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他都愿意给。汉娜回答。他从梅格出生起就和这家人生活在一起，与其说是仆人，不如说更像朋友。我想他不会太久。我们最好把蛋糕准备好，尽量把一切都弄妥当。梅格提议，同时看了一眼藏在沙发下的礼物篮，准备在合适的时机拿出来。艾米的古龙水瓶在哪儿？他没找到，便问道。他刚拿走了，跑出去要给瓶子系上丝带什么的。乔解释道，他正穿着新拖鞋在房间里跳来跳去，想让鞋子快点合脚。你们不觉得我的手帕很漂亮吗？汉娜帮我洗了烫了，还是我自己绣的花呢。贝斯说着，骄傲地看着那些花了他不少功夫才绣好的歪歪扭扭的字母。好孩子，你绣的是妈妈，而不是 M 密码旗，真有意思。乔拿起一块手帕说。难道不好吗？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梅格的姓名缩写也是 MMG。我不想让别人用马米的手帕。贝斯不安地解释道。很好，亲爱的，这是个好主意，很聪明，这样就不会弄错了。
他一定会喜欢的，我保证。梅格说着，对乔皱了皱眉，然后对贝斯笑了笑。妈妈回来了，快藏起篮子！乔喊道，同时听到大门打开，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艾米匆匆跑了进来，看到姐姐们都在等她，有些不好意思。你到哪儿去了？后面藏着什么？梅格问道。看到小妹妹穿着外套和帽子，这么早就出过门，觉得很奇怪。别笑我，乔，我不想让任何人提前知道。我把那瓶古龙水换了个大瓶的，我花光了所有的钱，因为我想努力改掉自私的毛病。艾米说着，拿出了一个漂亮的瓶子，替换了原来那个便宜的。她努力克制虚荣心，想要变得谦逊，这让梅格很感动，走过去拥抱了她。乔说他很佩服她。贝斯则跑到窗边，摘下自己最好的一朵玫瑰，用来装饰那个引人注目的瓶子。你们看，今天早上读了书，讨论了要做个好人之后，我为我的礼物感到羞愧，所以决定马上去商店换掉它。我现在非常高兴，因为我的礼物是最好的了。又一声关门声，礼物篮再次被塞到沙发底下。姑娘们围坐在桌旁，急切地想吃早餐。圣诞快乐，妈咪！谢谢您送的书，我们已经开始读了，而且每天都会读一会儿。他们齐声说道。圣诞快乐，我亲爱的女儿们！我很高兴你们开始阅读了，相信你们会坚持下去的。但在我坐下之前，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附近住着一位可怜的妇人，她刚生了孩子，她的6个孩子都挤在一张床上，以免冻死，因为他们没有柴火取暖，他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大儿子来告诉我，他们快饿死冻僵了。孩子们，你们愿意把你们的早餐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们吗？他们都饿极了，因为等早餐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起初谁也没有说话，但过了一会儿，乔就急切地喊道：“真高兴，您在我们开吃前就回来了。我可以和您一起去把东西送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吗？”贝斯热切地问。我来拿小圆面包和黄油，艾米补充道，她勇敢地献出了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梅格已经在盖上蛋糕，并把面包卷装进一个盘子里。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做的，马奇太太满意的笑着说，你们都陪我一起去，等我们回来就吃面包和牛奶，我保证晚餐会补偿你们的。他们很快就准备好了，然后排着队出发了。幸运的是，时间还早，他们走的是小路，所以很少有人看见他们，也就没有人嘲笑他们这有趣的队伍了。他们来到一间简陋空荡的屋子，窗玻璃都碎了，壁炉里没有火。一个生病的母亲，一个啼哭的新生儿，还有一群面色苍白、饥肠辘辘的孩子，挤在一堆破旧的被褥和一条旧棉被下，想以此抵御寒冷。看到这些年轻姑娘进来，她们都睁大了眼睛，青子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笑容。Oh my God！ 是上帝派天使来帮助我们了。可怜的女人高兴地哭了起来。这些天使还戴着帽子和手套呢，乔打趣道，大家都笑了起来。几分钟后，真感觉像是有善良的精灵在工作。汉娜带来了柴火，点燃了炉火，用旧帽子和自己的披肩堵住了窗户上的破洞。马奇太太给母亲端上茶和麦片粥，安慰她，答应帮助她，同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温柔地给婴儿换尿布。与此同时，姑娘们摆好桌子，把孩子们安顿在炉火旁，
像喂小鸟一样喂它们吃饭。他们笑着，聊着，努力听懂他们那有趣的、含混不清的话。Das ist gut, der Angel Kinder。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一边吃着，一边把冻得发紫的小手伸向温暖的炉火。姑娘们不习惯被人称为天使，觉得非常受用，尤其是乔，大家一直都觉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桑丘。那是一顿快乐的早餐。虽然他们自己什么也没吃，当他们安慰了那可怜的一家人离开时，我想，城里再没有比这4个饥饿的小姑娘更幸福的人了。他们把早餐送给了别人，自己则在那天圣诞节的早上回家去吃面包和牛奶。这就是爱邻如己，我喜欢这样。梅格说着，他们开始准备给母亲的礼物。马奇太太在楼上正忙着为可怜的赫梅尔一家找些衣物。礼物并不贵重，但都是用爱心准备的。它们被分成几小堆，摆在桌上，中间是一个雅致的花瓶，插着红玫瑰、白菊花和葡萄叶。他来了，贝斯开始弹琴，艾米开门，妈咪万岁。乔在房间里跳来跳去，梅格则出去郑重其事地把母亲引到荣誉席位。贝斯弹起了一支欢快的进行曲，艾米打开了门，梅格则庄重地担任护卫。马奇太太既感动又惊喜，她满意地笑着，目光扫过一件件礼物，读着附在上面的小纸条。拖鞋一试就合脚。他把一块手帕放进口袋，喷了艾米的古龙水，把玫瑰别在胸前，并说手套也非常合手。他们笑着，亲吻着，交谈着，那种简单而温馨的氛围，使得家庭聚会在当时如此愉快，并在很久以后仍被深情地回忆。然后，他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上午的时光在慈善活动和赠礼仪式中度过，剩下的时间则用来准备晚上的演出。由于年纪还小，他们去剧院的次数不多，也没有多少钱购买昂贵的道具，但需要是发明之母，他们自己动手制作演出所需的一切。他们的一些作品特别巧妙，比如一个纸板吉他，用旧黄油罐和铝箔做的古董灯，用旧布料、亮片和罐头厂的金属废料做的华丽戏服，还有用切割罐头盖剩下的金属板碎片做的盔甲。家里的家居已经习惯了被翻来覆去，大起居室也已多次充当他们天真烂漫的演出舞台。由于不能有男士参与，乔乐于扮演男性角色，并且非常得意地穿上了一双红色皮靴。这双靴子是一个朋友送给他的，这个朋友认识一位女士，而这位女士又认识一位演员。这双靴子加上一把旧花剑和一件曾被一位艺术家用来拍照的开缝短上衣，成了乔的宝贝，每次演出都会亮相。剧团人手少，2位主要演员不得不扮演好几个角色，记住3、4个不同角色的台词，还要在不耽误剧情的情况下忙着进出换戏服。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也锻炼了记忆力，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记忆力，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消遣。他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可能会变得枯燥、孤独，或者用在不那么有益的社交活动上。那个圣诞前夜，10几个小姑娘先是挤在一张床上，那床全冲包厢，然后又坐在蓝黄相间的印花布窗帘前。那窗帘就是幕布，个个兴奋不已，满怀期待。幕后一片忙乱，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准备。舞台上传来窃窃私语声，一盏灯冒了点烟，还夹杂着艾米时不时的咯咯笑声。她一激动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铃声响了，幕布拉开，歌剧式悲剧开始了。
按照剧本的描述，幽暗的森林有几盆盆栽，一块铺在地上的绿布和背景处一个临时搭建的洞穴来表现。洞穴里，一个用折叠晾衣架做顶，2张写字台做墙的地方，生着一小堆火，火上架着一口黑锅，一个老巫婆正弯腰看着他。舞台光线昏暗，炉火的光芒效果逼真。当巫婆揭开锅盖时，真的有蒸汽冒出来，更添了几分真实感。他们等了几秒钟，让观众安静下来，然后坏蛋雨果登场了。他腰配一把闪亮的剑，头戴一顶软帽，留着黑色胡子，身披一件神秘的斗篷，脚蹬那双著名的靴子。他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拍了拍额头，唱了一首悲切的歌，宣称他恨罗德里戈·艾扎拉，并宣布他决心杀死前者，以得到后者。雨果沙哑的嗓音以及情绪激动时偶尔发出的尖叫，非常感人。他刚停下来喘口气，观众就鼓起掌来。雨果鞠了一躬，仿佛早已习惯成功，然后坚定地走向洞穴，命令哈加出来，语气专横地说：“巫婆，出来，我需要你。”接着，梅格出场了。他脸上披着灰色的马鬃，穿着一件黑红相间的衣服，拄着一根拐杖，披着一件带有神秘符号的斗篷。雨果想要一种能让扎拉爱上他的药水，以及另一种能消灭罗德里戈的药水。哈加答应为他准备这2种药水，并用甜美而富有戏剧性的声调唱着，召唤负责爱情魔药的精灵。从你的住所靠近，靠近。哦，空灵的精灵，回应我的呼唤。玫瑰所生，露水所养。你知道如何提炼药水和创造魔法，立即为我带来我需要的芳香药水，让它变得甜蜜、快速和强大。精灵，现在就回应我的请求。一阵甜美的和弦响起，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小身影从洞穴深处出现。它轻盈飘逸，长着闪亮的翅膀，金色的头发，头上戴着一顶玫瑰花冠。它挥舞着魔杖，唱道：“我在这里，我从我空灵的家园而来，在遥远的银色月亮上，为你带来这神奇的药水。好好利用它，否则它会很快失去力量。”说完，他把一个金色的小瓶子扔在巫婆脚下，然后消失了。哈加又唱了一首歌，召唤出第2个精灵。这一次，精灵一点也不漂亮，是一个丑陋的黑色小恶魔。他在一阵巨响中出现，咕哝了一句听不懂的话，把一个黑色的小瓶子扔在雨果脚下，然后带着一阵嘲弄的笑声消失了。雨果唱完感谢歌，把药水揣进靴子里，离开了舞台。哈加告诉观众，他已经诅咒了雨果，因为他过去杀害了他的一些朋友，他计划破坏他的阴谋来报复他。幕布落下，观众们休息了一下，吃着糖果，评论着剧情的优劣。在幕布再次拉开之前，传来了一阵锤子敲打声，持续了好一会儿。但是，当观众看到他们准备的竟是一件艺术品时，没有人抱怨等待的时间太长。那真是一个奇迹！一座塔高高耸立，直达天花板。半空中有一扇窗户，窗内点着一盏灯，挂着白色的窗帘。扎拉出现在窗帘后面，她穿着一件漂亮的蓝色和银色连衣裙，正在等待罗德里戈。罗德里戈走了过来，他头戴羽毛帽，身披红色斗篷，蓄着棕色短发，手持一把吉他，当然还穿着那双著名的靴子。他跪在塔下，唱了一首动听的小夜曲。扎拉回应了他，经过一段音乐对话后，他同意和他一起走。然后到了这部剧最精彩的时刻，罗德里戈拿出一个有5个梯级的梯子，
扔给扎拉，请他下来。这位年轻女子害羞地从窗户里探出身子，把手搭在罗德里戈的肩上，准备做一个最后的优雅跳跃。但是不幸的是，可怜的扎拉，她没有考虑到裙裾的长度，裙子挂在了窗户上，导致塔楼倒塌。塔轰然倒下，把这对不幸的恋人埋在了废墟里。一声尖叫响彻整个房间，红色的靴子在瓦砾中挥舞着，像是在打招呼。一个小小的金发脑袋冒了出来，喊道：“我警告过你，我警告过你！”冷酷的父亲佩德罗大人迅速出现，他沉着冷静地把女儿从废墟中救了出来，悄声对她说：“别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然后他命令罗德里戈站起来，愤怒地把他逐出了自己的王国。尽管罗德里戈被塔压得不轻，但他还是挑战了这位老绅士，拒绝离开。他勇敢的样子感动了扎拉，他也反抗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命令把他们都关进城堡的地牢。一个小而强壮的仆人走上舞台，给他们戴上镣铐，把他们带走了。他看起来比平时更害怕，很明显，他忘记了自己的台词。第三幕发生在城堡的大厅里，哈加出现了，他准备释放恋人并消灭雨果。他听到雨果走近的声音，便躲了起来。从藏身之处，他看到雨果把药水倒进2只酒杯里，并命令那个总是很害羞的仆人把这些酒送到囚犯的牢房里，告诉他们我很快就去。仆人把雨果拉到一边，告诉他一些事情。哈加趁机把下了药的酒杯换成了没有药的。仆人费尔南多按照命令送去了酒。哈加把那杯毒酒放在了原本给罗德里戈的酒杯的位置。雨果唱了一首很长的复仇之歌后，感到口渴，喝下了那杯酒，失去了知觉。他倒在地上，抽搐扭动了一番后死去，而哈加则用一首甜美而充满力量的歌曲解释了他所做的一切。这一幕充满了戏剧张力，尽管一些观众认为坏蛋死时突然露出来的一头长发稍稍破坏了场面的壮观。观众的掌声让他出来谢幕，他牵着哈加的手一起出现，大家一致称赞哈加的歌是整部剧最精彩的部分。在第4幕中，罗德里戈绝望至极，因为有人告诉他扎拉已经抛弃了他。他想用匕首刺入自己的胸膛自杀。就在他准备动手的那一刻，他听到窗外传来一首甜美的歌，歌中告诉他扎拉对他忠贞不渝，但身处险境，如果他愿意，就可以救他。有人扔给他一把钥匙，他用钥匙打开了地牢的门，在激动之下挣脱了镣铐，跑去营救他的爱人。第5幕以扎拉和佩德罗大人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开始。他想把他关进修道院，他拒绝听从父亲的意愿，在一番感人肺腑的恳求之后，似乎快要晕倒了。就在这时，罗德里戈赶来请求娶她，佩德罗大人以他没有钱为由拒绝了。两人大声争吵，动作夸张，无法达成协议。当罗德里戈准备带走精疲力尽的扎拉时，那个害羞的仆人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封信和一个袋子。这是哈加送来的，他已经神秘地消失了。在信中，女巫解释说，她把她所有的财产都遗赠给了这对恋人，并警告佩德罗大人，如果他反对他们的幸福，将会遭遇可怕的命运。他们打开袋子，金币像雨一样落在舞台上，照亮了地面。看到黄金后，严厉的父亲心软了，他终于同意了。大家都一起唱歌，恋人跪下来接受佩德罗大人的祝福。在这充满魅力和浪漫的场景中，幕布缓缓落下。热烈的掌声很快就被打断了，因为充当包厢的折叠床突然合上了，吞下了一部分热情的观众。
罗德里戈和佩德罗大人跑去救助，所有的姑娘们都安然无恙地被救了出来，只是有些人笑得说不出话来。当汉娜走过来宣布，马奇太太向你们道贺，并请你们下楼吃点心时，大家的热情丝毫未减。女演员们大吃一惊，当她们看到摆好的餐桌时，都惊讶地互相看着。他们原以为马米会准备些特别的东西，但没想到在物资匮乏的时期竟能看到这样的场面。他们面前摆着2盘冰淇淋，一盘粉红色，一盘白色，还有蛋糕、水果、诱人的法国巧克力糖，以及4束暖房里采摘的鲜花。年轻的姑娘们都看呆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桌子，然后又看看他们的母亲。母亲似乎非常享受这一幕。是仙女送来的吗？艾米问。是圣诞老人送的，贝斯说。是妈妈弄来的，梅格笑着说，尽管她还带着灰白的胡子和白色的眉毛。一定是马奇姑妈突然发善心，给我们送吃的来了，乔叫道，她刚想到这个主意。你们都猜错了，马奇太太说，这些都是劳伦斯先生送来的。年轻的劳伦斯的祖父，他怎么会想到做这种事？我们甚至都不认识他，梅格惊叹道。汉娜跟他的女仆提到了今天早上早餐的事，他是个心地善良的老人，那个故事打动了他。他很多年前认识我的父亲。今天下午，他给我送来一张非常有礼貌的便条，请求我允许他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你们的谢意，并送来一些甜点，以示庆祝。我没法拒绝，所以你们才看到了这场盛宴，算是补偿你们今天早上的面包和牛奶吧。这一定是那个年轻人做的，我敢肯定主意是他出的。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我很想更好地了解他。他好像想让我们接近他，但他很害羞，而梅格又是个小淑女，不许我跟他打招呼。乔说着，冰淇淋已经开始在盘子里融化，被大家传来传去，伴随着满意的赞叹声。你们是说，住在那座大宅子里的邻居，对吗？一个年轻姑娘问道。我母亲认识老劳伦斯先生，她说他非常骄傲，不喜欢和邻居来往。他让孙子与世隔绝，只许他骑马或和家庭教师一起散步时才出门。那个可怜的孩子总是在学习。我们邀请他参加一个聚会，但他没来。我母亲说他是个很友善的年轻人，但他从没见过他和女孩子说话。有一次，我们的猫跑丢了，是他送回来的。我们在栅栏边聊了起来，聊得很开心，谈论板球什么的，直到他看见梅格走过来才溜走了。我想和他做朋友，因为他需要玩乐，我敢肯定。乔坚定地说。他举止得体，看起来是个好青年，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不反对你们多了解他一些。这些花是他亲自送来的，如果不是你们在楼上闹得那么厉害，我就请他一起参加了。他离开时看起来很伤心，好像听到你们的喧闹和笑声，让他想起了自己过于严肃的生活。我很高兴，这次您没有邀请他妈妈。乔看着自己的靴子说，不过我们会再组织一次演出，他可以来看。也许他甚至想参加表演呢，那可就太棒了，你们不觉得吗？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花，它们真漂亮。梅格非常感兴趣地看着花束说，是的，它们很漂亮，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得上贝斯的玫瑰了。马奇太太说着，闻了闻早上起就别在胸前的那朵半枯萎的花。贝斯拥抱了他的母亲，温柔的低声说，
我真希望可以送一束花给爸爸，恐怕他没有我们这么快乐的圣诞节。